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好，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那今天的题目是谁是你的恋爱伙伴？好，谁是你的恋爱伙伴？那一样，其实这个就是在找新恋人了。好，那是今天的2张牌，等一下近看的时候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来，第一张，好，第二张，好，那选好了，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我们就来短短的帮你寻找一下这一个恋爱伙伴的一些基本快速的资讯哈。好，来，我们直接来从牌阵里面翻哈。好，等一下我再做一些分支哈。来，我们先从最核心来看好了哈。我今天都用非常快速的直觉的第一个讯息关键字出来，我就直接捕捉哈，我就不太，我先不要那么去审视讯息来的先后顺序或是强弱，我就直接捕捉第一个讯息哈。那恶魔牌出来就是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啦，无论是外表、声音，还有很多东西，你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他这个感觉我觉得他不是需要判断的，他不是需要比较，他不是需要判断你当下是什么情况，或是你的心情或什么，他会有一个让你很超脱的感觉，就是你会寻找他，你会很怕在目光里失去他那至于他是不是陌生人，这里是没有说到啦。可是我有看到一些场景他比较像是一些外面的我觉得他比较偏向陌生人。这里的整个能量的力道跟方向因为他有一个寻觅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是成为陌生人的。你看一下你们是没有沟通的在一个基本的能量上是没有沟通、无法听见、没有交流所以这里确定他确实是一个陌生人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比较像是一种邂逅吧你会在那种他也算是不期而遇的状况遇到这一个人啦那至于这个人的，你们两个其实会在第一次的那个场合、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都会有偷偷的在观察彼此啦。可是以他这里的牌来说，你这边比较像是被动，你不会太做任何动作，你会是偷看的。可是他这边会渐渐的会有一些行动他这里的行动牌已经出现了，所以他应该会把握第一次看到你那个时间，而且他确实是会以一种陌生人的状态来跟你讲话。这里的力道还蛮强的，因为整个核心的一个协调的状态来说，好像已经去除了那一种害怕拒绝或是不敢挑战的讯息是，我觉得在这里已经被消除掉了。然后他那边，我觉得他有比较多的他自己的意识上有一股力量推动的他一定要去认识你他那边的对于想要这份感情的欲望是比较强烈的。看一下，而且是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把握的啦。可是在这一个有把握我是现在有点把它归类在是这一瞬间的冲动。我觉得他是因为这一瞬间的那一个吸引力而且你们遇到的那个场地位置有非常高的机会是，如果现在不做任何动作的话，立刻就会擦身而过，立刻就会失去彼此。我看一下这里，他那边有朋友会怂恿他，他那边会有朋友说快去这样子那从这里对我觉得他在一遇到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些非常立即的
讲用，因为词不好用，或者说搭讪嘛，我觉得他会主动来认识你这样。那我相信你这边也有一些跟他的眼神交流啦，所以。可是是以这种陌生人，就是你们在那个场景出现的时候，对彼此的存在感已经有强烈的感受了。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哈。因为我甚至觉得这边甚至觉得你们好像遇到的地方还会在一些国外或是比较遥远的地方这样，可是你们却来自类似的背景，好，因为你们遇见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的熟悉感，那一个熟悉感让我觉得你们在自己的国家或是城市明明很近，可是从来都没有遇到，是一个超级没有关联的位置。可是你们的意识上突然好像都想要去某一个地方旅行的，然后会在那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陌生的人，然后遇见，然后就认识。这是我目前看过一个最遥远的邂逅，他还不是邂逅当地人哈，他还不是遇见当地人，他就是怎么会是在这么强烈的意识的对齐的时候，是在一个异地，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遇见。所以如果你遇到的话或什么，就我觉得尽量要把那个联络方式或什么把它留下来，不然会有点可惜。因为这一个能量好像是你们两个非常对齐的一次，它也有一点点蛮像是唯一的一次，因为他这边有说这个是一个。你心底啦，你心底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渴望有这样子的相遇，可是你觉得那个都太如梦似幻了，不可能成真。那你只是你心底随便想一想的，或是你曾经有一次许愿，生日许愿或什么的时候，说偷偷许了这样子的愿望哈。那你当时可能也不太相信愿望会成真或什么这样，可是其实内在的那个意念很强，已经传达出去了，所以会让你们在一个很特别的状况里遇到。所以你遇到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很惊讶，你那时候只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真的发生？你的概念会比较像是这个，然后只是你这边的主动性跟那个能量是比较弱的，你处在一种很被动的状态，你处在一种会思考非常多的，可是却没有任何动作。那对方没有，对方就是想到了他就要做了，他的那个自我的实践欲望蛮强的，所以当下你们遇到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主动性会比较强，他主动来认识你的。好，我看一下，这里并没有说你一定要，你接受了或是什么，你就一定会成为恋人，没有。这边其实有说了，无论你接受了或是不接受，你们这一段关系一开始就会发展起来哈，然后后面会有蛮多丰盛的东西。就算你前面不是以爱情的方向往后走，你也会慢慢的就会往爱情方向走，因为你心里其实你心如明镜啦，知道这个确实是那一个你期待的爱情来了哦。那这个人如何哈？因为今天短短的嘛，好，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如何。等一下哈。好，看一下，363，哦，这个人其实他还蛮浪漫主义的耶。他对于这种，他其实有一点点像运动员的性格哈，他就是你感觉他很冲动，其实他是热情如火的。所以他在这个状况里，他遇到你，他就觉得要认识要认识。刚好他的朋友群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其实不会想太多，他的思维比较像是说，想到了什么肯定的、确定的事情，他就要先去努力的把它做下去。他要做下去之后，他才知道感觉是什么。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要先去认识，认识了我才知道后面是什么。不要想太多，想着会不会被拒绝，想着会不会怎么样，他就无法往前。可是其实他的个性他也不会这么想，他只觉得说看到了很有感觉，我要去认识，不认识他就要跑掉了。他只有这个想法，所以他在跟你认识的每一句每一个对话里面，他才会慢慢的知道他在跟谁讲话，他确定了什么，吻合了什么他的想象。可是他这里的方式，他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判断，没有太多的对一个人的批判。他
跟你认识的时候，他会一直尽量的去收集你的优点，来让自己更喜欢你。所以初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个非常热情如火的陌生人就这样出现在你面前，来要跟你认识。可是呢，这个认识的连续性，我觉得没有很够，它没有一直往下连续，它只有心理上的某种期待，它需要连续。所以记得这个联络，不要把它。因为它会来得很唐突，你当下可能也反应不及，你可能是后面回过神之后才会发现说啊，这个是你很想要遇到的。可是当下确实是会有一点吓到，当下其实那一个心动的感觉会跑出来一下，然后就会回到比较理智的状态。所以这边要说的是，如果你出国或什么，然后遇到这个状况，记得好好的留下联络方式，后面私底下要好好的联络，顺着自己的感觉走。你觉得很舒服，回味一下你刚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感觉很不错的时候，记得要把那感觉抓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们的能量相遇的连接最强，而且好不容易让你们比较同步、比较对齐的，而且是在这么特别的地方。其实你们的对齐最重要的是，当你们有那个意念要往那个地方去那个国家、去那个旅行，而且还在同一个时间表里面做重叠，那个就是你们最强的重叠的时间。所以不要错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哈。就是不要拒绝的这么快了哈，我时常说就是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今天就短短的告诉你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哈，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好，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会是你的恋爱伴侣哈，其实就是在找一个新恋人的状况，然后来看一看你们之间的现在状况如何哈，他是陌生人还是认识的人，会在哪里相遇哈，这些哈，来我们一样5张哈。好，先从这5张来去做扩散。来，我们先从核心看一下哈。今天快短短的哈，所以我会就只捕捉第一个讯息，我不会做过多的考虑或是判断这个讯息来的强弱哈。我就是得到第一个讯息，我就直接说哈。来，我看一下，你们遇到哈。你们遇到的那一个瞬间，应该会该怎么说？其实连接不强弱，但是会产生一点非常小的好奇心跟印象而已，但是记不起来。我觉得记不起来哦。他这里似乎有预判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过哦。然后你们好像还会在其他的位置再遇到几次，然后那个产生的印象会比较多，而且会在记忆里留下一些痕迹。你们这组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状况，你们中间有一个以时间来讲啦，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空气中的默契，就是你们很常在类似的时间里去类似的地点，可是你们却完全不认识。他这边有一个只有地域的，就是地，然后领域的域，地域的连接很紧密的概念，可是他没有特别一个有什么行动要去产生你们彼此真正的连接的这一个讯息。没关系，我再挖一下哈，我看一下这个讯息。好像也有哦，只是我觉得他这里说的是你们这一个重叠时常出现在类似的地方的重叠性要提高到蛮高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才会突然很认真的看对方，才把对方看清楚，他是什么轮廓，他是什么形状，他是什么颜色，他是什么样子。但他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们时常在类似的地方、场景或什么地方出现，有印象，但从来都不记起来。所以等到你们在认识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熟悉感，然后再到你们谈话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说，我们其实就在附近，我怎么没有遇到你过？好，他这里有在讲说，你们有非常近过，近到可能有搭过同一台电梯的那一种近，那个连接很近啦，可是一直没有，因为权杖2这边一直没有看对方向，所以没有看到彼此，一直没有，一直处在一种
很协调的遇见，可是灵魂连接上都就没有出现，因为眼睛都有点看得太远，就有点像是对焦对得太远了，然后没有办法对焦在身边的这个人。你们一直有这样子的情况哈，那我把它简略啦哈，就是你们时常错过彼此啦。好，我在看这里哈，还需要这组非常奇妙，你们一直都在附近，然后一直都很接近哈，然后连朋友圈都还不认识，都没有连接。我只能说他有一个讯息，就是等到你们未来认识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说，奇怪，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的喜好，甚至连家里的摆设、喜欢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都非常类似。你们就只差认识的这一个桥梁，可是后面都非常顺利，携手一起。你们就是一个，他这边有暗示你们有一种 twins 状态，很类似，很相同。但是直到现在翻起来，我都没有发现那一个连接的东西哈。所以通常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说，真的需要一些很特别、非常特别的事情要发生才有可能。对啊，你们中间有挡了非常，他这边很奇妙，他这边有说你们的连结其实是很清晰的，你们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连接，能量的连接或什么是很清晰的，它一直时常随时的让你们就在附近。可是你们中间就有一种很特别的阻挡，有一个隐形的墙，中间有一个打了一个雾，有一个滤镜是起雾的滤镜。无论你跟旁边的人互动或什么，就是会一直错过彼此在旁边。好，现在全部翻出来了，我都还觉得你们就是最靠近的陌生人的感觉。没关系，我从这里直接问一个点哈，直接问说，这个你们连接的桥梁在哪里？何时会发生？有没有机会？我一次把这个问题问完，然后翻3张来给。哦，有诶，等一下，还是很不清楚。哎，我不能，你们中间的杂讯太多，然后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的机会，其实你们有共同认识的人。哦，你们有共同认识的人，可是他这里为什么说共同认识的人，而不是共同认识的工作或公司？因为他这里的水能量比较多，它是有一些情感能量在做连接在你们中间。就是说我一直很想找到说，为什么你们会时常在同一个时间表啊，或什么地方遇见，可是都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桥。这边只找到一点点水能量，是说你们应该有认识的人，可是你们还没有发现哈。那这里都还是一些很多杂音，那个杂音就像你们中间的那一个毛玻璃起雾，一直没有办法让你们看到。就说你们每次最接近的时候，都有其他的事情让你们注意到别的方向，你们就一直没有发现彼此在身边。这样，你们这里翻到这么多，只能说现在似乎在能量上没有要让你们现在认识，它是一定有原因的。时间还没到，可能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完，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才会让你们遇见这样。还有你们可能的故事线连接还没有到那里。但虽然这边有找到一点点，但而且他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你们两个即使看到了彼此，他也没有那个超然的连接，让你们突然意识到说这个人很特别，为什么会在我旁边，也没有这个状况。我只能说翻到这里哈，以能量的诠释就是说，那个时间点还没到，可是这两个人的能量各方面都很契合，时间点什么各方面都很契合，是适合在一起的，是可以在一起的。可是就是还没有那一个要让你们认识的事情发生。好，从前面一直都说遇到了在旁边的记不住就是记不住，所以我说他可能要等到一个时刻的时候，才会让你们认真看到彼此，才会这样看到这个人的轮廓，看到这个人的样子，看到这个人的眼神，记住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还没有，还需要再。没关系，我来看一下，大概
有需要等多久吗？我翻2张牌来看一下那一个事件点发生的时候的时间感的距离我不会去抓它真的确定的时间，可是我大概感觉一下是近远了。来，你看一下，反光放这里。白话一点讲，就是有在走去那一个事件要发生的端点的。然后这个事件一发生端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全然不同的剧情要发生。这个我们刚刚都理解了，我只能说，以速度来说，已经在加快了。加快的赶快要去那个事件点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要问一个疑问有没有可能到那个事件点之后，你们两个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会让你们彼此错过？因为他的错过就有可能是说去远方工作，或是去哪里了，然后中间要分开一段时间这样。还好没有他已经很近了，很近的，就是说那个事件点发生的那个门啊，各方面路径都已经设定好了，已经很近了，很靠近了，而且已经有在你们相见之后要有一些丰收需要获得，爱情的能量也已经在期待了，就是只是还没有到他有要往那边去，可是就是还没有到，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近的完全的陌生人，还没有要认识就没有认识，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随着他这个能量，就是说。认识的时间还没有到，不要急迫的去找，因为它确实是应该是说两个的能量。第一，我们用能量的角度来说是还没有完整；还有一件事是，你们彼此身上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然后那个发生所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在你心里成为某种很重要的改变。那你们两个最适合在一起，就是一遇见的时候会突然投射出彼此的情境、心境各方面，然后就很想在一起。这个的那个触媒，那一个事情还没有出现。所以我才会说，即便现在你们遇见认识，也没感觉，也看不到，记不住。它就是有一个要等一下啦，就是内在灵魂各方面可能有必要发生的事情，有必要存在的感觉还没有出现，所以再怎么近，也还没有要认识的契机好，那就这样这组有点小可惜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有一个差不多的能量在靠近好，那就这样那还是一样，我们乐观的期待祝福你谢谢你来听。